大耀王朝永和3年春，风和日丽，后宫本该莺莺燕燕争宠热闹，一纸废后圣旨却猝不及防打破坤和宫的宁静。此时的皇后云舒没有悲春伤秋，也没有祈求宽恕，反倒蹲在偏殿廊下，捧着一只油光锃亮的卤鸡腿，吃得满嘴流油，指尖沾着酱汁，身后摆着一小碟花生米和一壶凉酒，活脱脱一副市井闲人的模样。刘太监迈着标准工步，身后跟着2个小太监。见云舒这副模样，他脚步顿住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后云氏妇德有亏，善妒成性，不堪主掌中宫，有负皇家体面，即日起废黜皇后之位，迁居静思院静养，非诏不得出，钦此。云舒叼着鸡腿，慢悠悠抬头。领旨，谢陛下恩典，总算赏我个清静地方，不用再应付那些糟心事了。娘娘，您就无半分怨言。您从太子妃做到皇后整整13年，就这么认了？怨什么？这皇后之位不是我求来的，是陛下送上门的。后宫佳丽一大半是我挑的，我若善妒，他们能活到现在？陛下这话太亏心。刘太监背对得哑口无言。娘娘慎言，奴才这就吩咐工人帮您收拾行囊，送您去静思院。走呗，早去早躺平。13年太子妃加皇后，天天勾心斗角太累，废后相当于提前退休，还能领俸禄，值了。云舒转身进内殿，只拿了一个小布包，金银首饰一件未带。他跟着刘太监往静思院走，一路脚步轻快。都按说这位废后怕是被废得失了神智。静思院在皇宫最西北角，远离喧嚣，院门破旧爬满藤蔓，院子里杂草齐腰，墙角堆着杂物，石桌石凳布满灰尘，荒芜冷清，却胜在面积大，阳光足，通风好，比坤和宫更自在。刘太监推开院门，他皱眉后退。娘娘，您以后就住这里，奴才已吩咐工人送被褥吃食过来，您有需求可让工人传消息。好家伙，这地方太完美了，没有婆婆念叨，没有塑料姐妹花勾心斗角，不用对着狗皇帝假笑，不用守那些破规矩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刘太监看着他欢喜的样子，越发觉得他不正常。娘娘若是满意，奴才就先告退了，后续有事您再传召。走吧走吧，别挡我晒太阳，我还要规划退休生活呢。刘太监匆匆离开。明天先除草开辟菜园，种点黄瓜、番茄、辣椒，再修个鸡窝养鸡下蛋。以后种种地，晒晒太阳，吃自己种的菜，喝2杯小酒，美滋滋，这就开始。夕阳西下，金色阳光洒在静思院，映着云舒忙碌的身影，他一边拔草一边哼小曲。荒芜的院子第一次有了生机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位被废的皇后不仅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在冷宫里找到了自在与欢喜。云舒迁居静思院第3日，天刚蒙蒙亮就起床，准备开辟菜园。他干劲十足，越干越有劲。新得宠的苏贵人珠光宝气，浩浩荡荡来到静思院。哎呀，这不是云姐姐吗？妹妹还以为你会愁眉不展，没想到竟有闲心干粗活，真是委屈姐姐了。妹妹这身衣服料子不错，滑溜溜的，摸着舒服吧？对了，这料子结实不？擦地吸水效果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说我的云锦衣服用来擦地？我就是实话实说，你别生气。我这静思院到处是灰，粗布抹布又硬又不吸水，擦着费劲。你这料子看着滑溜，要是吸水好，我也求陛下赏一匹，省得费劲。你放肆！你就是个被打入冷宫的弃妇，也敢对我无礼？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。我身份我清楚，就是实话实说。你不想听就别挡我晒太阳，耽误我种地，误了播种就没菜吃了。好一个云舒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华而不实，就这点气量，还敢来耀武扬威，可笑。苏贵人回去后哭哭啼啼抱怨云舒羞辱他，这事很快传到慕容恒耳朵里。慕容恒没有生气，反倒好奇云舒是不是真的被打击得失了神智，于是派陈公公带东西去静思院，名义上探望，实则探底。陈公公带着工人，捧着物件走进静思院，见云舒坐在石桌旁。奴才给云娘娘请安，陛下念及旧情，怕娘娘过得不是，特让奴才送些薄礼，娘娘有什么需求，奴才好回禀陛下。需求倒是有，这静思院被子太薄，晚上冷，陛下赏的这床虽厚却不够，你让陛下再赏一床。
越厚越好，最好盖着能捂出汗，省得我冻得睡不着。陈公公愣住了，他以为云舒会求回坤和宫，或是要金银首饰。娘娘就只要棉被，不要绫罗绸缎、金银首饰，或是派人伺候您。不用，那些没用，绫罗绸缎干活不方便，金银首饰硌得慌，佣人伺候还得费心招呼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回禀陛下，一定原封不动传达娘娘需求。陈公公带着工人匆匆离开，暗自嘀咕云娘娘越来越让人看不懂。他回到勤政殿，把云舒的需求告诉慕容恒。慕容恒先是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满心疑惑。他实在想不通云舒在玩什么把戏，但他还是吩咐御膳房和上衣局多送几床厚棉被和常用物件去静思院。他倒要看看这位荒唐废后还能闹出什么花样。昭圣太后听说云舒在静思院吃卤鸡腿、种地、要棉被，还羞辱苏贵人，气得不行。他觉得云舒不思悔改，故意胡闹，丢尽皇家脸面，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于是让人取了一叠厚佛经，派工人送到静思院，让云舒日日抄写，修身养性，反省罪孽。云娘娘，太后念您心浮气躁，特赐佛经一叠，让您日日抄写，修身养性，洗涤罪孽。每日抄好的佛经需送到慈宁宫，由太后亲自检查，不得偷懒敷衍。知道了，替我谢谢太后，她老人家真是有心了。工人见他无所谓，心里不满，却不敢多言。抄佛经太浪费时间，我还有菜园要开辟，鸡窝要修，哪有闲工夫。这时他看到屋内破旧木桌一条桌角松动，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，把佛经叠成厚方块，垫在松动桌角下。大小厚度都刚好，比木头片子好用多了。谢谢太后送的桌垫，省得我费心找东西了。说完，他回到石桌旁，继续画菜园规划图。送佛经的工人回到慈宁宫，把云舒用佛经垫桌角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昭圣太后。太后正在佛堂礼佛，听到后捏佛珠的手猛地一顿。反了他了！哀家好心赐他佛经，让他反省，他竟敢用来垫桌角，亵渎佛法，不把哀家放在眼里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太后息怒，气坏身子不值当。依老奴看，云舒这举动不对劲。他从前虽性子直，却不敢如此放肆，莫不是装疯卖傻，故意激怒您，好反过来算计您。昭圣太后沉吟片刻，眉头紧锁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他每一步都荒唐离谱，看似神志不清，实则越看不懂越可怕。哀家倒要看看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传令下去，让静思院附近的工人太监死死盯着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如实禀报，一旦有异常，立刻回报。老奴遵旨，这就去安排。云舒用佛经垫桌角的事很快传遍皇宫，工人们私下议论纷纷。有人说他被废后吓疯了，连佛经都敢亵渎；有人说他装疯卖傻，想引起皇帝注意；还有人说他背后有阴谋，荒唐举动是为了掩盖什么。一时间，全宫都在好奇这位废后的心思，而云舒丝毫不在意流言，依旧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疯了，阴谋，你们真是想多了，这群人戏真多。他看着开辟出的小块菜地，满眼期待。明天就种菜种子，等长出菜就能吃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了，比宫里的山珍海味好吃多了。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，谁爱折腾谁折腾，别耽误我退休就行。夕阳余晖洒在云舒身上，映着他惬意的笑容，静思院一片宁静。太后的监视，工人的议论，皇帝的好奇，都围绕着他展开。可他始终不为所动，我行我素。柳贵人听说云舒在静思院的荒唐事，心里越发嫉妒。他入宫不久，一直想争宠，却比不上苏贵人，更不平衡。于是暗中吩咐给静思院送饭的小太监，在饭菜里动手脚。正午时分，送饭的小太监鬼鬼祟祟走进静思院。云娘娘，您的午膳放这了，奴才先走了。云舒正蹲在菜地里松土，听到声音，起身擦了擦手，走到石桌旁，打开食盒，一碗掺着沙子的糙米饭，一小碟发黑的咸菜。云舒拿起筷子扒了一口，被沙子硌了牙，吐出来看了看。
柳贵人，也就他有这么小的气量，这么拙劣的手段。不过谢谢他，沙子和咸菜渣能改善土壤，当肥料再好不过，省得我找肥料了。云舒吃完午膳，把剩下的饭菜倒进事先挖好的土坑。废物利用，这可是好肥料啊！柳贵人，谢谢你送的加餐和免费肥料，等我种出蔬菜，一定好好谢你。云舒不仅没被沙子饭难住，还把刁难变成肥料。一下午就开辟出一小块整齐的菜地，刚好能种小青菜、黄瓜和番茄。看着劳动成果，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小太监添油加醋说云舒吃沙子饭吃得津津有味，柳贵人气得不行。他索性亲自带着宫女来到静思院，想亲自看看。柳贵人走进院子，见云舒在菜地里忙活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干这种粗活，又脏又累？岂是你曾经的皇后能做的？要是皇上看见了，该多心疼。你要是过得苦，跟我说，我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。他心不心疼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再不干活就得饿死。毕竟我这午膳掺着沙子，再不种地，以后怕是连沙子饭都吃不上了。姐姐说笑了，定是下面人办事不力，妹妹回头教训他们。是吗？今天午饭里的沙子是你家的加餐，还是下面人办事不力？妹妹，我虽被废，但没傻。姐姐，你胡说，我怎么会刁难你？一定是你误会了。哦，不是你啊，那可能是我哑口不好，误会你了，别往心里去。你不识好歹，我好心来看你，你竟这么对我，我再也不管你闲事了。柳贵人气冲冲走了。云舒看着他背影，撇撇嘴不屑一笑，继续忙活菜园。柳贵人越想越委屈，去勤政殿找慕容恒告状，哭哭啼啼说云舒出言不逊。慕容恒听后脸色沉下来，他虽觉得云舒荒唐，却也知道柳贵人手段拙劣。慕容恒训斥了柳贵人，让他安分守己，不许再找云舒麻烦。晚饭时分，小太监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来到静思院。云娘娘，您的晚膳，御膳房刚做的，陛下特意吩咐多送些好吃的，不让您受委屈。云舒打开食盒，嘴角露出笑容。这还差不多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，浪费时间。看来这狗皇帝还是有点良心的。夜晚的静思院一片宁静，云舒吃完晚膳，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盘算着明天种菜种子、修鸡窝，早日实现养鸡下蛋的目标。他的退休生活步入正轨，而那些想刁难他的人只能暗自生气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云舒的菜园里冒出了嫩绿的芽，小青菜、黄瓜、番茄长势喜人。他还托宫外买了几只小鸡仔，在墙角修了简单的鸡窝，每天喂食换水。静思院渐渐有了生机，再也不是当初的荒芜模样。云舒的生活十分规律，过得悠然自得，成了皇宫里最特别的存在。一日下午，阳光正好，云舒正在菜地里浇水。陈公公躬身走进院子，见忙碌的云舒，眼里闪过惊讶。奴才给云娘娘请安。皇上惦记着娘娘，知道您在静思院过得自在，特赏这些东西，让娘娘补补身子，过得舒服些。皇上这么闲，天天惦记我，怕是惦记我怎么还没死，怎么还没向他低头求饶吧？娘娘慎言，皇上是真心念及旧情，绝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可别乱说。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东西放下吧，我用不上，别占地方，耽误我浇水。陈公公暗暗叹气，吩咐工人把东西放进屋内。云舒看着他们背影，撇撇嘴，继续浇水。陈公公走后没2天，慕容恒亲自来了静思院。他一直好奇云舒的心思，他不哭闹，不求饶，反而在冷宫里种地养鸡，对他的赏赐也毫不在意。他倒要看看这位荒唐废后有什么底气，敢如此无视他。慕容恒站在门口看着他的样子，他蹲在鸡窝旁捡鸡蛋。慕容恒心里既有愤怒又有疑惑。云舒，云舒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鸡蛋差点掉在地上。陛下怎么有空来我这菜园子？您日理万机，不是该在勤政殿处理朝政，或是陪后宫妃嫔吗？怎么想起我这个被废的皇后了？朕赏你的金银绸缎，你为什么不用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穿着粗布衣干粗活，哪里还有半分皇后模样？绫罗绸缎干活不方便，粗布衣自在舒服。首饰硌得慌还容易丢，收起来不浪费。点心药材我一个人吃不完，留着以后用。我这样只是因为舒服方便，
跟你跟皇后之位都没关系。慕容恒被噎得语塞，怒火涌上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，朕就会心软愧疚，把你接回坤和宫，恢复皇后之位？云舒，你太天真了。陛下想太多了，我这样是因为喜欢舒服，跟你没关系，更不是为了让你心软。我早就不想当皇后了，天天勾心斗角太累，现在这样自由自在，比当皇后舒服多了。你总有办法激怒朕。云舒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陛下，我不想怎么样，就想安安静静过退休生活，种地养鸡，吃自己种的菜，不想被任何人打扰，包括你。你要是觉得我碍眼，就当我不存在，别天天来烦我。你放肆！就算你被废，也是朕的人，岂能如此随心所欲，目无君主？今天朕就告诉你，在这皇宫里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连安稳退休的资格都没有。陛下若是想逼我，那就尽管试试。我既然能接受废后之位，就不怕你再为难我。大不了一死，倒也省得天天被你们烦着，反而落个清静。就在这时，墙角的鸡窝被两人的争执声惊动，谁撒了一地，溅得两人裤脚都湿了。别跑，别踩我的菜苗。慕容恒，都怪你，吓着我的小鸡仔了。慕容恒看着他急着护小鸡仔和菜苗，这云娘娘真是唯一一个敢这么跟陛下说话，还敢怪陛下的人，这下可真是鸡飞蛋打，陛下怕是要气炸了。云舒好不容易把小鸡仔赶回鸡窝，陛下要是没别的事，就请回吧，别在这里吓我的小鸡仔，踩我的菜苗，耽误我干活。好一个云舒，你给朕等着，朕倒要看看你能在这静思院得意多久。走出很远，还能听到他压抑的怒火。云舒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撇了撇嘴。慕容恒的亲临，最终以一场鸡飞蛋打的闹剧收场。他本想震慑云舒，却反倒被气得不轻，更看不懂这个荒唐的废后了。而云舒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退休生活，不理会皇宫的纷争，只专注于自己的菜园和小鸡仔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场闹剧之后，他的退休生活恐怕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稳自在了。帝王的好奇与不甘，太后的警惕与敌意，妃嫔的嫉妒与算计，都将再次向他袭来。昭圣太后见慕容恒拿云舒没办法，亲自出手，派了身边最得宠的张嬷嬷来静思院，让云舒日日抄写佛经，还派了宫女婉晴来伺候云舒的起居。老奴给云娘娘请安，太后娘娘心善，怕您在静思院苦闷，胡思乱想，特让您日日抄写佛经，修身养性，洗涤罪孽。抄好的佛经每日送慈宁宫检查。替我谢谢太后，她老人家有心了。太后娘娘还赏了宫女婉晴伺候娘娘起居，娘娘可不能不识抬举。云舒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婉晴，伺候不过是监视罢了，行人留下吧。云舒看着桌上的佛经，打了个哈欠，根本没心思抄写。此时外面刮着风，屋里有点冷。这纸挺厚实，烧起来应该挺旺，正好缺引火的材料。云舒把佛经撕了几张，放在火盆里点燃，屋里瞬间暖和了。婉晴看到这一幕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娘娘，您怎能烧佛经？这是大不敬啊！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定会降罪的。佛祖若知他的静心经能让人取暖，高兴还来不及，何来大不敬？婉晴被云舒的歪理镇住，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心里只想着一定要把这事原封不动地告诉张嬷嬷。张嬷嬷来静思院查佛经，看到桌上空空如也。云娘娘，抄好的佛经呢？没抄。你这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？实话实说便是，我一个戴罪之身，不敢玷污佛法，已将佛经供起来了。张嬷嬷找不到半点错处，气得拂袖而去，心里暗骂云舒油盐不进。云舒看着他的背影笑了，他倒要看看昭圣太后还有什么招数。一连几天，慈宁宫都风平浪静。云舒知道昭圣太后定是在憋大招，只是没想到太后的招数竟是偷鸡。云舒看着地上的痕迹，眼神冷了下来。是人干的，十有八九是太后的手笔，这是想让我明白这静思院谁说了算。婉晴走出屋门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又很快掩饰过去。娘娘，
鸡怎么不见了？是不是丢了？丢了就丢了，多大点事？婉晴愣住，她以为云舒会大哭大闹。云舒心里清楚，直接对峙或打骂眼线都没用，她需要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让昭圣太后再也不敢轻易招惹她。云舒准备去勤政殿见慕容恒。皇后娘娘，哦不，云娘娘，您不能出去。我要去见皇上，出了事我担着，你们要是拦着，出了事你们担着。云舒走出静思院，直奔勤政殿。他走到勤政殿门口，通报的太监看到他，云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告诉陛下，云舒求见。通报太监连忙跑进勤政殿。慕容恒听说云舒来了，十分好奇。这安分了许久的废后，今日竟主动找上门，当即宣见。云舒走进勤政殿，神色平静，没有半分废后的卑微。你来做什么？来跟陛下讨个公道。公道？你一个废后，跟朕讨什么公道？我养的鸡昨晚被人偷了，连鸡带蛋一个不剩。慕容恒愣住，他想过10000种云舒来的理由。几只鸡而已，值得你特意跑一趟勤政殿？陛下此言差矣，这鸡不是普通的鸡，是您赏给我的玉鸡。陈公公送用度时，亲口传达圣意，让我养着解闷。难道陈公公假传圣旨？慕容恒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偷盗御物，按律当斩。此贼胆大包天，今日偷鸡，明日恐偷他物。若不严查，恐损皇家威严，动摇国本啊！慕容恒的脸黑如锅底。传朕旨意，彻查静思院失窃案，胆敢偷盗御物者，绝不姑息。云舒心里笑了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工人退下，勤政殿里只剩下慕容恒和云舒。云舒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明知道鸡是谁偷的，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想看朕和母后为难？陛下，话不能乱说，我只知道那是您赏的玉鸡，鸡丢了，找您讨公道，天经地义。舒儿，你还在怪朕是不是？朕心里一直有你，只要你肯服个软，朕就把你接回坤和宫，恢复你皇后之位。陛下，请你松手。在我还是皇后时，你说这些，我或许会配合你演戏，但现在别用这些虚情假意的把戏来恶心我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清楚得很，收起你的把戏吧。你总有办法激怒朕。是陛下总有办法恶心我。好，你不是喜欢待在静思院吗？朕让你待一辈子。不是喜欢养鸡吗？朕看没了鸡，你怎么养？慕容恒摔门而出。没关系，没有鸡，我可以养鸭、养鹅、养蚯蚓。反正我的退休生活绝不会无聊。偷鸡风波后，昭圣太后安分了，再也不敢轻易找云舒的麻烦。慕容恒也没再来过静思院，静思院恢复了往日的清静。云舒没了鸡，便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菜地里。地瓜爬上了架，辣椒也种下了，院子里的菜长得生机勃勃。婉晴这个监视器也被云舒指使得团团转，成了免费劳力。婉晴，去给地瓜浇水，别浇太多，浇多了根会烂。娘娘，我是来伺候您的，不是来种地的。伺候我就是听我的话，让你干嘛就干嘛，不然我就告诉太后你在静思院偷懒不尽心。奴婢不敢，奴婢这就教。云舒看着婉晴手忙脚乱的样子，笑了。这小丫头没什么坏心眼，就是太听话，很好拿捏。云舒的菜园子越来越热闹，除了地瓜、辣椒，还种了番茄、黄瓜，满院都是绿色。静思院再也不是当初那副冷清的样子。娘娘，这菜长得真好，再过些日子就能吃了吧？再过半个月黄瓜就能摘了，到时候给你也尝尝。谢谢娘娘。婉晴在静思院待久了，渐渐被云舒的性子吸引。她发现云舒根本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富得有亏，反而是个活得通透、随性的人。对云舒的敬畏也渐渐变成了真心的亲近。婉晴把静思院的情况告诉张嬷嬷，张嬷嬷又告诉昭圣太后。太后娘娘，云舒在静思院种了满院的菜，还把婉晴指使得团团转。婉晴现在都快成她的种地帮手了。由她去吧，这云舒软硬不吃，暂时动不了她，先观察着，等有了机会再好好收拾她。是，太后娘娘。柳贵人见云舒在静思院过得越发滋润，心里越发嫉妒，
竟想出了巫蛊的法子。一日清晨，柳贵人带着大批工人，气势汹汹地来到静思院，像是来抄家。云舒，你这个毒妇，竟敢用巫蛊之术诅咒我！今日我定要让皇上为我做主。柳贵人，大清早的，别说梦话了，我连你生辰八字都不知道，怎么诅咒你？嘴硬，给我搜，把那个该死的巫蛊娃娃搜出来。柳贵人一声令下，工人立刻冲进云舒的屋子。贵人，找到了，在床底下。布娃娃上写着柳贵人的生辰八字，插着几根银针。云舒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云舒站起身，走到柳贵人面前。这东西做工还挺别致，刺绣倒是不错。不过我有个问题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刺绣是上绣局的手艺吧？你上月才进宫，你的生辰八字深居简出的我从何得知？还有这布娃娃的针脚粗制滥造，一看就是临时赶制的。你觉得皇上会信？柳贵人的脸色红白交错。我不管，你就是诅咒我了。绑了他，把他带到勤政殿，让皇上定他的罪。工人上前想绑云舒，云舒没有反抗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慕容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选。废后云舒被柳贵人以巫蛊娃娃构陷，押至勤政殿受审。皇上，您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云舒她心怀不轨，用巫蛊之术诅咒臣妾，想让臣妾死啊！证物在此，皇上您看。柳贵人把巫蛊娃娃递到慕容恒面前。云舒，你有何解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皇上，巫蛊之术乃宫中大忌，若真有此事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定要严惩。慕容恒沉默了，他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这巫蛊娃娃是伪造的。废后云舒心思歹毒，行巫蛊之事，罪不容赦。但念在你曾为中宫，为皇家诞育子嗣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禁足静思院，永不得出。陛下，我什么时候给你生过孩子？勤政殿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慕容恒，他大概没想到，我们那个没满月的孩子8年前就没了，此后我再无所出。您今天说我为皇家诞育子嗣，是想让天下人以为您有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吗？云舒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重锤，砸在慕容恒心上。混账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御前胡言乱语！我只是陈述事实，倒是陛下为何撒谎？来人，把他拖回静思院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许踏出一步。工人上前把云舒拖出勤政殿，他的眼神狼狈不堪。云舒心里笑了，这一局他又赢了。陈公公偷偷来看云舒，看着云舒一脸担忧。娘娘，您怎么能那么跟皇上说话？他要是真的动了杀心，您就危险了。他要是想杀我，早就杀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皇上为何不杀您？奴才心里清楚，是因为靖国公府手握重兵，皇上皇位未稳，不敢妄动。废后已是极限。娘娘，您还是服个软吧，陛下他吃软不吃硬。陈公公，你觉得我从坤和宫搬到这里是吃亏了吗？陈公公看着云舒的神情，看着满院的生机，沉默了。在云舒看来，只是换了个更舒服的地方生活。云舒从勤政殿回来后，心里一直有个疑惑，慕容恒那句为皇家诞育子嗣，说的太奇怪，不像是随口一说。难道他的孩子真的还活着？这个念头荒谬，却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云舒等了整整一天，傍晚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静思院。太傅温景然年过花甲，穿着长服走进静思院，守卫没有阻拦，想来是慕容恒默许。温景然是云舒父亲的至交，看着云舒长大。老师，云儿，坐吧。老师今日来是为了陛下的事。陛下今日在朝堂失态，老夫是来替他赔个不是。我不需要他的道歉。老师，我今天找您是想知道一件事，一件可能只有您知道的真相。8年前我生的那个孩子，他真的死了吗？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他还活着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？我怎么能忘？那是我儿子，你们凭什么一句话就判他生死？凭什么让我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？是老夫对不起你，是陛下对不起你。温景然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，玉佩上刻着一个安字，这是云舒当年亲手给刚出生的孩子戴上的。当时太子之位不稳，
陛下怕他成为政敌的靶子，才出此下策，对外宣称孩子夭折，将他送到宫外可靠人家抚养。陛下登基后变了，权力改变了他，他怕孩子的身份曝光会威胁他的皇位，怕晋国公府借此架空他，所以他废了你，断了念想。他现在叫什么？姓周，单名一个安字。周安，你的安儿。老师，我想见他，我不会暴露身份，就远远看一眼就好，求您了。3天后，静安寺庙会，老夫会安排。温景然走后，云舒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，手里紧紧攥着玉佩。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愤怒和悲伤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慕容航，你不配当他的父亲，你的儿子我要了，我要把我的安儿抢回来。3天后，静安寺庙会，云舒扮成普通的乡下妇人。娘娘，您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啊？不用管我，好好在宫里待着，别露馅。宫外的空气自由，街上热闹非凡，但云舒无心闲逛，他直奔静安寺后山。云舒躲在大树后面，紧张的等待。他不知道见到8年未见的儿子。片刻后，一个少年跟着老者走了过来。爷爷，为什么非要来这里啊？前面庙会多热闹。不可无礼，这里清静，适合静思。云舒的心脏被揪紧，是他的儿。爷爷，你看，这是我昨天捏的，像不像隔壁王大婶？我还用这个打中了一只麻雀呢。云舒看着慕容安的样子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慕容安突然回头，眼神敏锐。谁在那里？云舒心里一惊，知道躲不住了。我是来这边找人的。找人？这后山别院除了我们可没别人了。找我儿子，他叫铁牛，贪玩跑丢了。这名字真够土的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？你看错了吧？我就是个乡下妇人，怎么会跟你眼熟？臭小子，别胡闹，让人家找人吧。慕容安盯着云舒看了半天，才移开目光。太险了，差一点就露馅了。我的安儿太敏锐了，不过能看到他，知道他过得很好就够了。他不仅不会忘了安儿，还要想办法解救他。自从见过慕容安，云舒的心态变了。从前是咸鱼躺平，现在是有目标的咸鱼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皇宫里的消息，为儿子谋划未来。婉晴这个传声筒被他利用的淋漓尽致。婉晴，最近宫里有什么新鲜事吗？娘娘，听说前朝为了立太子的事吵得可凶了。陛下还没有立太子，大臣们都在争论，不知道陛下会选谁。哦，陛下有哪些皇子？陛下有几个庶子，但是都不成器。还有一个庶子天生吃啥，陛下好像也不怎么喜欢。大臣们都在说陛下迟迟不立太子，怕是心里有顾虑。云舒心里冷笑，慕容恒明明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嫡长子，却不敢认。云舒开始布局，利用婉晴，有意无意地传递废后思念王子、精神失常的消息。婉晴吓得不轻，这些事很快就传到了昭圣太后和慕容恒的耳朵里。张嬷嬷，云娘娘她最近总是自言自语，说想她的儿子，还说她的儿子没死，就在外面，是不是精神失常了？太后娘娘，云舒怕是真的疯了，整日念叨着那个死了8年的孩子。疯了才好，一个疯了的废后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慕容恒听说云舒疯了，也放下了戒心。柳贵人更是得意忘形。云舒收下柳贵人的赏赐，转头就利用送东西的小太监往宫外递信。慕容航，你的死期快到了。永和3年冬，边关告急，北敌入侵，大药王朝的军队节节败退，慕容恒焦头烂额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惶。皇上，北敌来势汹汹，边关守军抵挡不住，再派不出援军，边关就守不住了。朕养着你们这群饭桶，关键时刻竟连一个能用的将军都没有。慕容恒愁眉不展。云舒看着皇宫的方向，笑了。云舒用簪子划破了自己的手腕。婉晴端着茶水进来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娘娘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啊！娘娘自尽了，救命啊！婉晴的喊叫声惊动了整个静思院，慕容恒和昭圣太后匆匆赶到。陛下，你来了。云舒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自尽？
我想我的安儿了，陛下，你把安儿还给我，好不好？一个死了8年的鬼，有什么好想的？真是晦气！在边关战事吃紧的时候自尽，简直是动摇军心。这是我唯一的遗物了。你这玉佩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一个老和尚给我的，他说我儿并非夭折，尚在人间，只要我心诚，就能再见他。我要去静安寺，长跪不起，求佛祖让我见安儿一面。我要去静安寺，谁都别拦着我。拦住他！除非你把安儿还给我，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朕派人去找那个老和尚，朕帮你找你的儿子。慕容恒派出禁军寻找老和尚，数日无果。老臣罪该万死。8年前，是臣不忍嫡长孙夭折，以死婴替换，将皇子送至宫外周姓亲戚抚养。臣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。温景然坦白了一切，慕容恒当场懵了，哭坐了一整夜。他真的还活着？是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一直在骗朕。我没有骗你，是你一直在欺骗自己。他现在在哪？陛下想做什么？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慕容恒的脸瞬间惨白。陛下，现在有2条路：第一，杀了我们母子，继续做你的孤家寡人，看着江山被北狄蚕食，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；第二，接他回来，认回他，立他为太子，用嫡长子和晋国公外孙的名义号令3军，让晋国公出兵对抗北狄。这是你唯一的活路。勤政殿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要见他。慕容恒在温府见到了慕容安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子慕容安，仁孝聪慧，宜承宗挑，立为皇太子，钦此。嫡长子慕容安被接回宫中，册封太子，无人敢质疑，因为他的背后站着晋国公府和边关的烽火。晋国公接到圣旨后，当即率领晋国公军出兵对抗北狄。娘娘，太子殿下住进东宫了，就是好像不太习惯宫里的生活，跟陛下闹了点别扭。闹别扭就闹别扭吧，这是他们父子必须的磨合，我不会插手。太后娘娘让老奴提醒您，安分守己，勿生妄念。知道了。所有人都以为云舒会借着太子生母的身份，要求恢复皇后之位，可云舒却始终待在静思院，守着他的菜园子。朕来接你出去，恢复你皇后之位。你是太子生母，理应住回坤和宫。不用了，我在这里住得挺好，皇后之位谁稀罕？你不想当皇后？我好不容易才退休，可不想再回到那个勾心斗角的坤和宫。陛下的补偿我不需要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朕都答应你。等安儿能独当一面，掌控朝局，你就放我出宫，过我自己的日子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皇后之位，而是自由。不行，你是朕的女人，这辈子都别想离开皇宫。慕容航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？你以为你掌控了一切，你错了。从你废我的那天起，你就输了。你输掉了一个妻子的情分，你接回安儿，不过是把她当成巩固皇位的棋子。你留着我，只是不能忍受我脱离你的掌控。你的爱，你的控制，都太廉价了。既然陛下喜欢皇后这份工作，那我就禅让给你了。教育太子，管理后宫，应付太后，这些都归你了，我不干了。恭喜陛下，喜提兼职皇后，请好好努力。云舒说完，转身走进菜园。永和4年春，晋国公军大败北狄，边关安定。慕容安在温景然的教导下，日渐成熟，朝堂上下人心归服。慕容恒成了大药王朝最忙碌的皇帝，一边处理朝政，一边教育太子，一边管理后宫，整日焦头烂额，悔不当初。而云舒依旧待在静思院，守着他的菜园子，养着他的鸡鸭，过着悠然自得的退休生活，成了大药王朝最幸福的废后。